嗨，大家，这次没有好久不见了，希望大家这将近2个礼拜以来一切安好，不管是身体或是心灵的感受上是舒服的。虽然这一个礼拜吧，我们的台湾比较多的纷扰，那还是一样祝福大家，希望你们的身体跟心理一切都平安。祝福你们一样。谢谢所有支持喜欢 Angel 8810的你们，再次的跟你们说声谢谢，深深的感恩你们。因为前2天有收到一些讯息，那希望我能够跟大家做分享，所以今天就来录一下节目。开头的部分我会先说明我的所有的影片的一些观念啊，不管是在的影片当中，不管是我个案的一些分享，然后或者是一些观念的分享，都没有去区分性别的部分，就是它适用于男生女生，然后也适用于各种关系，因为它就是一个正向的观念。所以我再一次的强调，我的所有的影片都不用去区分性别或是关系，因为其实包括像我之前分享的一些个案的影片当中，其实你们会发现我在那些影片的，除了一开始我可能会讲这个个案的，其实我之后大部分都是使用他。对，因为我不希望大家去局限了、设定了这样子的状况，或是这样子的想法，就应该是女生会有，或者是应该是男生会有的框架。所以包括这支影片一样，不限定性别，然后也不限定关系，它可以是在亲子关系，也可以适用于你的朋友的关系之间，那当然也适用于亲密的两性关系，好吗？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咯。再一次祝福大家，然后跟大家说声谢谢你们喜欢跟支持 Angel 8810。好的，今天希望我传递给大家的讯息跟观念是脆弱。脆弱它到底是要我们去看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称它为脆弱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我会再帮它加上一个亲密，但是这个亲密的那个状态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个亲密关系的亲密，或者是肢体接触的亲密，这个部分我等一下稍后再跟大家做解释。那我们其实人在我们的成长跟改变都是每一次的经验所演变而成的，我们与他人做连结的这个动机跟需求，它的驱动力其实是我们人的本能，我们习惯试图在各种的关系当中去满足，然后去创造一个经验，再透过这样子的动机去学习到我们能够学习的经验跟成长。那但是在关系当中，就是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在接触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常常会为了处理我们这些内在的空虚感，或是想要去减低我们的焦虑，我们会不自觉的用在关系当中来证明我们自己是对的，来去获得安全感。其实这个东西啊，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可能在孩童时期就会出现的行为，就是我们常常会在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我们就会有一个希望有一个认同感，就是这个小朋友他是不是喜欢我，或是这个小朋友他喜不喜欢跟我玩，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会来证明我们自我的价值，或是我是对的，会去从这个方面去获得安全感。但是当长大之后，其实这样子的方式它是不太正确的。我们在长大之后，我们通常会是投射到一个对错的
部分的话，这样子就不能让我们察觉我们自己内在的焦虑到底是什么。所以简单说就是刮胡搞错重点，我们依然会感觉不到满足，并且当我们搞错重点的时候，它还会延伸出更多的人生问题。就是我们的原本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就已经还没有解决了，所以当你搞错重点的时候，你就会再冒出第3、4、5、6、7个问题。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会觉得人生真的好像有点混乱，或者是怎么样都搞不清楚？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关键之一。第一，我们搞错我们人生真正要弄清楚的是什么。其实我们一个人要完整或是全面的发展，其实是需要与另外一个人建立起深刻并且诚实的关系。而这样子的关系，它需要个人是指我们自己个人有觉知的能力，跟敢面对自己黑暗面的那个勇敢。除了提到的个人我们自己的那个觉知的能力跟那份勇敢之外，还要能够扎扎实实的与这段关系的对方进行清晰的沟通。这段关系像我刚刚节目一开始说的不限定于两性关系，可以是朋友、亲子，任何一个关系，对，就是反正就是另外一个人。这种沟通其实需要极其精细而且精准的一种沟通方式，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除非对方他也是一个心灵思想架构成熟的人，你们的那个精准度或是那个精细度就可能可以不用到那么好的一种表达。好，我再重复一次，除了需要我们自己个人的觉知跟那份勇敢之外，还要能够扎扎实实的跟对方进行清晰的沟通，并且这种沟通需要精细精准的表达。透过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双方的一来一往的厘清，然后核对、校准、往返确认，最后才能完成一件认知，或是一个共识，或是一个我们自身的原来如此。对，这一段会比较深一点点，深奥一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一段大概听个2次到3次都 OK， 就是把它搞懂，因为刚刚说的那一段其实还蛮关键的。刚刚我所说的这个观念啊，前提是你要真的愿意跟对方进行沟通，并且你在这个人面前敞开是无害的。好，我提到2个比较重要的东西，你要是真的愿意，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在不管是来找我咨询的过程，或是你们在遇到某些人，一定会他一直觉得他很诚恳，他一直觉得他是敞开心的，但是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或是某些点你还是可以感受得到，他其实并没有真的对你敞开心。对，所以我才会说，这个在我们自己个人本身，我们是要真的愿意与对方去做这样子的沟通，而促进我们自己的自我成长跟认知。借由现在提到的这个真正的敞开心，去跟你关系中的某人沟通，就提到了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可能会另外一种方式是亲密的意义是什么？
可以有另外一种诠释，它可以是一种状态，你可以把它形容成一种状态，你一样是完全独立的一个个人，一个可以是亲密的状态的时候，他就会是愿意袒露出自己的脆弱。大家懂我意思吗？这一段也是会比较需要那个反复听一下。好，那我接续你们之后自己再把那个节目多听几次，把自己我们最深处的那个部分向他人展现出来，并且不带任何伪装或是防护的状态。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已经是如果换个大家可以理解的那个，就是如果他的，我们暂且称他自信好了，是已经他愿意去把自己最深处的部分向他人展现，而且是不带伪装或者是防护的，包括跟人家分享，这样子的亲密的人是透过自我袒露的一个呈现，不管是他的脆弱和他的黑暗面，而去了解他自身的状态。为什么我会接收到讯息，然后希望我跟大家做传递这个观念的原因是，其实表达自己的脆弱是成就一段美好关系的很重要的因素。像我刚刚说的，如果这一段关系我根本不局限于我们的两性关系或是朋友关系，就是你与你的每一段关系都可以用比较深刻的方式去相处，它是成就一段美好关系的重要因素。如果大家都可以把这样子美好的线放出去，这整个网络架构起来，其实那个力量是很可观的。所以今天分享的东西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其实一个人一旦有勇气将自己的脆弱、恐惧或是不安向你爱的人或是你喜欢的人或是你喜欢的朋友去分享，愿意把那个心墙拆除的时候，将本来那个很柔软的自己，我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到那个小动物，就是比如说小猫小狗，我们刚把它接生出来，或是刚把它领养回来的时候，它对于我们那个很信任的状态是完全无忧的，它就是四脚朝天的躺在那边，然后把那个粉嫩的小肚肚其实就是直接向我们展现出来，就是类似像那样子的感觉，这样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大家记得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墙一片一片的拆下来的时候，它所带来的美好力量是一种惊人的美好力量，也就是真正的亲密的能力，完整亲密关系的诠释。好，这一段话也会比较需要理解一下我把它用最白话的方式说，就是当我们能够做到跟另一个人坦诚我们的脆弱的时候，这样子的亲密关系，它才是一个真正的亲密关系的诠释。那就我们个人而言，也是一个人对于我们自己自我接纳的收编。对，我觉得用收编形容很好，是我们常常会，我们这2年很流行收编这个动词，可能在路上看到什么东西好就把它收编了。可是大家有没有认真的去想过，我们对我们自己本身的黑暗面，或是我们自己需要去面对的课题，我们有没有拿出一样的包容力跟爱去收编我们自己有吗？我们好好想一下大家要
诚实，好不好？那个收编，我把它形容就是我认定，我也认可我自己的某个我自己，我去把它收编起来，就是不管好与坏，它都是我的一部分。我先把它含纳在我的一部分，我再去修正它。所以一个能够拥有真正亲密关系的人，好啊，再强调一次哦，这个亲密关系不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亲密关系，这个亲密关系它甚至可以是完全的，就是你独立的个体，我依然可以是一个亲密的人。好，我不知道大家懂我意思吗？但我相信你们懂哈。这样子的人也会是一个自我高度发展完整的人。那任何两个有善意、愿意用耐心的双方，就能经历和穿越这个关系中的各个阶段，对彼此有更深的理解跟接纳。那两个人的彼此交流与分享当中，去了解到我们自己，就是回到我们自身，然后再出去增进我们自己与他人的和谐。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先完整我们自己，或是修复好我们自己，然后我再一次的出去面对外界的关系，当我有遇到一个我再一次需要再克服或是修正的我自己的时候，那我再一次的回到我自己，修复调整到 OK 的时候，我再一次的重新出发。今天讲的这一集的影片都会比较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理解，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相信你们会懂。那如果真的第一时间听的时候没办法理解消化的那么快，那就把那个速度调慢，把影片的速度调慢，再多听个1次2次，好吗？因为今天的这个影片的观念其实是非常棒的。然后就像我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有说这1个礼拜2个礼拜的台湾其实都蛮多的纷扰，所以我当下此时此刻我在录这段影片的时候，我有注入了大量的爱的能量在影片当中。所以今天这一集听完，如果对你来说是你已经跨越这个人生的阶段，或是你目前听起来还听不懂或是无感都没有关系，可能是时间还未到，但是今天这一集会让你们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一样也会有很大的稳定你们的心的能量，都有注入在这个影片当中。然后再一次的祝福所有能够看到或是听到我的影片的人，也再一次的谢谢所有喜欢跟支持 Angel8810 的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加我 LINE 或者是写信给我都可以。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见咯，我爱你们，祝福你们，拜拜。